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31日。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还是聊一下美股实盘。那么今天呢，也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内容呢，主要往总结方面呢去聊，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从这个美股实盘开始，一直到获得现在的收益，那么我有一些心得啊，或者说诀窍吧啊，就要无私的奉献给大家。一方面呢，就是我自己呢也做一个忠实的记录啊。首先呢，还是老样子啊，就是讲一下我这个账户现在的情况。那么我这个账户呢，还是从11月18日开始的啊。那么当时呢，我看了一个巴菲特先生的他的一个节目，他说啊，100万美元这样的小资金，它可以保证每年达到50%以上的收益。那么我当时呢看了以后呢，我就突发奇想，我就想自己来尝试一下，所以呢我就开始存入了2000美元，开始了这个账户啊。那么直到昨天，就是12月30日，这个月呢，我的这个账户增长呢是24%啊。那么这一周呢，这个账户增长呢是6.8%。那么从11月18号啊到昨天的话，是账户增长呢是达到了56%啊。那么账户的价值呢现在达到了8145啊。那么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呢，我是不是那么在意账户的价值的啊？因为我呢总的呢是看这个账户的增长。说实话啊，就说内心的想法，其实昨天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我就觉得，我完成了一个我自己觉得不太可能的任务，就是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啊，完成了巴菲特先生说的每年啊，他一年保证50%以上的增长。那么昨天呢，我达到了这个目标，并且呢，就是超过了这个目标，达到了56%。那么上一周呢，我记得还是只有48%，但是在上一周呢，我说这一周应该还会继续涨的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让我高兴的呢，其实在这一周吧，包括上一周啊，我觉得这2周其实市场就是美股这个市场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利于增长的一个市场。可以说我也是，嗯，我可以说就是我的实战能力啊，我的经验通过了就是这段时间的练习呢，获得了进步啊。那么好吧，就接下来就是我要向大家总结几点，就是我觉得哪几点在快速的啊，就是我这个账户实现增长当中比较重要的部分。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心态的问题，我认为很重要。因为当我其实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我决定去做这个账户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任何的思想包袱的。首先，我就存入了2000美元。第二，就是我当时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就是像巴菲特先生说的那样，就我也想挑战一下嘛，对吧？所以我没有任何的想法说我要赚多少啊，就是说赚10%啊、20%啊，我并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我也是，就第一周我记得我是获得反正10以上的收益啊，就当时是一个很轻松的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到了40%以上的时候呢，我稍微开始有一点，内心啊有点急啊，因为我想就离50%很近了嘛，我就想快点看能不能达到50%。这个时候其实我内心上就会感觉有一点紧张啊，我看盘的时间就远超我之前的时间，这个我老实讲啊。那么在昨天呢，就它达到50%以上以后呢，我一下子好像又松了一口气了。像我今天我就不打算看盘了，因为今天最后一天，我也想感受一下跨年，对吧？那一会儿还要到外面去看看超市里面有没有什么便宜的打折的东西啊，去买一点，因为明天超市也不开了。
所以呢，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啊，就是在你放轻松心态，不要去对一个投资设一个就是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的。这个我之前和之后虽然就短短的1个多月，我自己感受上啊，我觉得好像不一样啊，好像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资金啊，资金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第一呢，就你不要去杠杆啊，就你要用你自己的原有的资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原有的资金呢，你也不能满仓啊，我认为你要留一部分的仓位啊，因为没有人的眼光是那么准的。就像我做这个东西，其实我买了这个一些股票，有些股票它并不是有什么好的回报啊，有的股票是我买了，它一开始涨了30%，但是我没有卖，后来它又就是回落了。当然我对那种股票的仓位是很低的啊，可能只占资金的10%。那么有些股票呢，我确实买了以后，它给我带来了大幅的增长。那么所以呢，就是你要有资金上的安排，因为机会是每天都有的，就有可能你今天没有发现那个机会，到了晚上你又发现了一个机会啊。像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账户里的资金不够用啊，因为我昨天又错过了一个10%的机会。其实我看中了这个机会，但是我不愿意去杠杆啊，但是我现有的资金我又买了别的东西，对吧？所以我就忍耐住。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啊，我昨天看到的东西涨了10%以上。那么机会是每天都有的，对吧？所以就是你要留一部分资金去面对机会。那么我自己想一想呢，就是其实今天这个现有账户里面这个股票啊，既然我去买了，我去持有了，它也是机会，它也会涨的，对吧？所以呢，就是我就心态上啊，我又安慰我自己。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你一定要，我认为要保留50%以上的机会，50%以上的仓位，去等待新的机会啊，因为这个股票的市场永远是有新的机会的，所以必须要有保留这样的一个资金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仓位啊，关于资金方面的。第三呢，就是我还是想说的，就是你要做更多的功课啊。其实大家看我视频，我在这个每个视频里面，我一讲十几分钟，讲20分钟啊，然后讲完以后，我还要到电脑里面去剪辑啊，把我认为没有用的东西，我要给它剪掉。可是呢，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啊，他可能看这个视频就看5分钟、3分钟、4分钟，他希望就是立刻能找到一种快速的，能让他立刻赚钱的方式啊。这个心情我是很理解的，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啊，就我在这1个多月的交易里面，我一共交易了30次，就买进买出啊，就算一次的话啊，算2次，就我一共交易了30次啊。那么在这30次的背后呢，其实我还就是研究所花去的精力是很多的啊。就像有些网友他给我发邮件，他说啊，能不能见面聊一聊关于股票投资的一些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啊，因为我确实就是住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啊。那么我住在这个小镇呢，很大一个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一些更宁静的生活，没有什么社交的生活啊。所以呢，就是我也不方便和大家去见面，而且呢，就确实我也有很多的时间去花在这个研究上面啊，研究上面。所以呢，可能看到了大家觉得啊，这个账户一直在增长，也没有很大的回撤啊，然后好像每买了一个东西都在涨，都在赚钱，但事实上背后其实是花了很大的努力的啊。这个呢，我觉得呃，就是每一个成交之前啊，我其实都是要想好久，要考虑好久啊，要不要去买，然后什么样的点位买，什么样的点位卖出啊，万一下跌到什么样的程度怎么样？其实我脑子里面是想了很久的，有时候还要拿纸啊、拿笔啊去计算、去画一画
看一看就是安排多少资金去这样做啊。这个都不是一个就是立马可以就立刻你就可以下决定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买卖之前呢，还是要花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你花多久的时间和多久的精力，它直接就会对你的未来啊，就是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啊。这个是呃很多人我觉得是忽略的，因为可能大家都想快点买进去啊，然后就看着它增长啊，其实不是的，背后有大量的工作啊。那么第四个呢，我就要讲就是。我发现的啊，就一开始我买了一个 XYZ 的股票啊，叫 Block，对吧？大家都知道，我是靠那个赚了，一开始就赚了20%啊。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木头姐啊，她就不停的去加仓这个股票啊，然后市面上一直有一些新闻啊，什么说她一直加仓，对吧？那木头姐呢，她是个网络红人啊，她也是有自己的基金的。其实我一直之前在犹豫啊，因为我是很看好这个 XYZ 这个股票的，并且呢，其实我第一次买进去的时候，它是57元，我记得，然后呢，它很迅速的涨到我第一次买，反正就它迅速涨到67元还是多少，应该是67元嘛，后来我就卖掉了，卖掉以后它又跌到60元，然后我又在60元、62元又买进去，买进去以后，到今天我看到它是涨到65元，但事实上在60元到62元。在网上的时候，它是一直在65元以下，什么63、64这样的来回待了很久。那么我就把它给卖掉了啊。卖掉我是没有亏钱的，我也是盈利的。但事实上呢，我卖掉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我认为这个股票，因为木头姐她在里面一直反复的加仓，我觉得它影响到了我啊。因为我的风格就是我不太喜欢去买那种市场的焦点啊，当然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习惯，但是我看到90%的人，大家在贴出自己的那个就是购买的产品购买的股票，都会差不多啊，就是那几个股票，永远是那几个股票啊，我看到大家都贴出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我是不会这么去做的啊。因为我现在说的不是要教你那种办法，不是什么财务上的这种指导，我只是把我自己真实的想法、真实的经验告诉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并不是指责说这种方法不对，我只是说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我去赚了这个钱啊，所以我自己的方式，后来我看到木头姐她连续2次什么加仓这个新闻出来以后，我就不想再去买了，我就很快的卖掉了，卖掉以后我就去买别的股票了。那如果说我当时没有卖掉，去看别的股票，那么现在，它也就还是在只有65啊，那我应该这个56%的收益呢是完不成的啊，现在应该最多也就30%吧，就是只能完成一半啊，所以吧，这一点我觉得，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啊，但我的想法就是说，不要去关注那些过热的股票，这个是我的想法啊。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啊，就是我要说说耐克。耐克这个股票呢，其实之前我也说过啊，就是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说过，我说耐克还有露露啊，就是做瑜伽的那个这些股呢，我是说未来呢我是会比较看好的。那么后来呢，耐克它有一次财报啊，财报以后呢它就下跌，下跌以后呢，就是库克啊他就立刻跳出来了，说他买进了多少多少耐克股票，并且呢他还电视里面说什么大家去穿耐克的鞋子啊什么东西的。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在研究耐克股票的时候，库克也没跳出来，财报也没有出现，对吧？就是这2件事情都没有出现。那么现在呢，我依然认为呢，就是这次财报的发生导致下跌啊，这个是一个耐克要上涨之前的要完成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至于就是它后面会不会后续的去上涨呢？嗯，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啊，就是对我自己来讲，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其实你还是要研究这个东西在先啊，然后研究东西在先以后呢，如果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事实上啊，就是如果我做足了功课，
就像我做足了，我认为那还是会继续上涨的。然后它那个月季啊，那个年报就是下跌了以后，立刻库克就跳出来了。我当然不会知道库克跳出来，对不对？因为我跟库克又不认识，他也不会告诉我。但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它是会做足了功课以后，其实它还是要就你要严格的按照你之前的一个执行，你不要看到一个年报突然跳出来以后你就害怕了，你就逃走了啊。就像 XYZ 一样，XYZ 就是之前它也是买进去，它突然涨了以后又突然下跌，跌到60、62，这个时候呢我就立刻就买进去了，买进去以后呢，后来木头姐就跳出来了，说它连续2天增仓什么 XY，然后它又涨上去了。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就你做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就是买了以后啊，你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你要坚定的去执行。这个我觉得是在研究工作里面当中要做好的啊。我只是把就是那一刻啊或者这个东西啊我来做一个例子啊，告诉大家啊，好吧？那么最后呢，我还想说啊，就是在2026年啊，我应该还会继续努力，就把这个账户看一看到底能够走多远，对吧？那么大家喜欢我这个节目的啊，喜欢我这个风格的，也可以关注我啊，关注我的这个小的账户，看一看未来它能走多远啊。也欢迎大家呢，就是留下自己的疑问啊，或者说跟我一起探讨啊，好吧？那么最后呢，祝大家新年快乐啊！2026年投资方面的啊，就是能够赚更多的回报，谢谢大家支持。